1942年，意大利皇家空军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，英美盟军的空中攻势明显增强，而己方不光是在数量上居于劣势，战斗机的性能也比对手差了一截。根据记录，此时的意大利空军只有4个连队，装备了较为先进的马基 C-202 战斗机，其余部队所能依靠的仅有飞行员顽强的斗志而已。虽然新型战机的研制计划从1941年就已全面展开，但仍没有一种设计达到了实用化的阶段。整个意大利空军的战斗机部队正处于青黄不接的非常时期，百般无奈之下，唯一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就是要求德国提供 Bf-109 战机来应急，同时抓紧新战斗机的开发和生产。在意大利技术人员的努力下，有3种飞机成功脱颖而出，并赶在战争结束前投入了战斗。它们分别是 MC.205、G.55 以及 R1.2005。由于名字都是以5为结尾，所以也被称为5系列战机。也有人称它们为意大利3剑客。由雷贾尼厂研发的 R1-2005 射手座式战斗机，凭借其华丽的外表以及优异的性能，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人气之旺令人叹为观止。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意大利 R1-2005 射手座战斗机。要弄清 R1-2005 战斗机的来历，还得要追溯到1938年初。虽然当时的 C-202 和 R1-2001 战斗机在性能上可以同敌方的 P-40 战机相抗衡，但产量受制于发动机的生产，制造商每个月所生产的引擎从来没能超过60台。为了突破这一瓶颈，意大利空军部提出用菲亚特公司即将投入生产的 DB605 引擎为动力，对现有的 C-202 和 R1-2001 进行升级，希望可以在提高量产的同时，获得一种可以同英美盟军新型战斗机相抗衡的机型。这便是 C-205 和 R1-2005 的来源。在开发的 R12000 和 R1-2001 只获得军方冷淡回应后，雷贾尼厂就一直希望能在战斗机的研制领域获得压倒性的成功。而这一次的 R1-2005，他们终于从空军的举动中看到了该厂自1935年研发战机就开始等待的结果。于是全场上下一片欢欣鼓舞，要求 R1-2005 的研制必须要快马加鞭，务必抢在其他对手之前定型投产。而雷贾尼厂的技术人员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完好这一要求。新飞机从开始设计到首次试飞仅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，相较之前 C-205 用了17个月，而 G55 更是耗时了36个月才将原型机送上天。虽然军方要求的仅仅是对 R1-2001 进行改装，但野心勃勃的雷贾尼厂却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小打小闹，而是打算以强力的发动机为中心，开发一个全新的机型。该厂抽调精兵强将，在飞机设计部门中重新组织了一个设计小组，专门负责新飞机的开发。新飞机很快就在设计小组夜以继日的努力下逐渐成型，并很快进入实战中服役。R1-2005 当时被称为意大利外观最优美的一款战斗机，其重点就在于它半椭圆形的机翼、长机鼻和大尾翼的机型设计上。在机体结构方面， R1-2005 采用了下单一单引擎单座设计，整体采用了轻质铝合金结构，并且应用了当时成熟的机翼设计，机翼厚度从厚到薄从 15% 变成了翼尖的 8% 厚度，而机身3道翼梁则组成了一个 T 型结构。虽然机翼和尾翼的多数控制面采用了织物蒙皮，但是开裂式的机翼采用了全金属结构，机身的宽距主起落架也可以收入到机翼内，尾轮也可以完全收入机尾。该机机长 8.73 米，翼展11米，机翼面积 20.4 平方米，机高 3.15 米，空重2600公斤，载重3610公斤。发动机采用德国 DB605 水冷式发动机，可提供1475匹马力，最高速628公里每小时，升限11500米，航程约980公里。机载武器包括了机头的2挺 12.7 毫米机枪，以及安置在发动机气缸中间通过桨骨罩发射的20毫米机炮，外加机翼内的2挺 12.7 毫米机枪。20毫米机炮是主武器，采用的是德制 MG151 机炮。该型机炮于1940年由德国毛瑟兵工厂研制，广泛应用于2战时期德国空军的多种战斗机上。据当时统计，类似于 B-17 空中堡垒和兰开斯特之类的重型轰炸机以外，平均一般只要命中18到20发 MG151 20毫米弹药就可以击落一架4引擎飞机，对于单引擎战斗机则只需要命中4发，可见其火力的强大。虽然当时人人都称赞 R1-2005 机型的优美，但是这种轻巧的机身却是完全为了安装 DB605 引擎所不得不做出的妥协。后来由于机身空间的限制，使得 R1-2005 装备的 MG151 20加农炮的备弹数少于机翼装备的数量，甚至少到轻装的 R1-2005 只能携带100发以下的20毫米机炮弹。
和100发以上的 12.7 毫米机枪弹的情况。相比之下，G55的备弹量却能达到250发炮弹以及600发 12.7 毫米机枪弹，整整4倍左右的差距。同时，过小的机身也使得 RE-2005不得不将油箱分成4个，2个在前，2个在后。在机体防护方面，除了挡风玻璃采用的是50毫米防弹玻璃外，其他的防护则采用了一个用8毫米厚的钢板包裹的重40公斤的装甲座椅，远距离能够抵挡 12.7 毫米子弹，总体能力还算是凑合。整体看下来，也算是当时意大利的骄傲了。作为意大利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，在当时竟然没有被大量生产。至1943年意大利投降时，仅生产了48架。RE-2005战斗机没有大量生产的主要原因可以分为2点。其一就是当时意大利国内的资源限制，作为当时世界的第6强国，意大利还有一定实力的，在当时甚至是要领先于日本的。不过强大也只是相对而言，和其他欧美强国相比，意大利的实力仍然显得非常单薄。和自身周围的几大工业强国相比，意大利的实力明显不足，资源不足的问题严重地困扰着意大利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，所以资源严重依赖进口，想要大力生产战斗机有着很大的难度。而且由于 RE-2005复杂的设计，使得造价极高，这也是当时意大利无法承受的。其二就是发动机问题，虽然当时 RE-2005极为先进，性能方面更是超过了同一时期的2款5系列战机，一度被认为不是意大利工业的作品，但其所需的发动机却是意大利无法解决的问题。该机所采用的 DB605 发动机作为德国最新研制的发动机，正装备在德国主力战机 Bf109 上，再加上当时的德军正在疯狂地生产军事装备，本身就有着极大的需求量，只能让出很少的一部分提供给意大利。这也是为什么性能优异的 RE-2005 未能大量问世的原因。理论方面，当时的 RE-2005 与喷火战机其实相差并不大，在同水平飞行测试中有着超越 Bf109 的成绩。整体看来， RE-2005 的水平基本上介于 Bf109 和喷火战机之间，算得上是一款综合性能出众的战斗机。该机的实战首先是被用于拿波里防空战中，1943年4月2日曾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B-24 轰炸机。4月28日，一队由30架 B-24 和30架战斗机组成的美军机队再次来到拿波里上空， RE-2005 创下击落1架和另外可能击落4架以及击伤10架的战果。同年7月2日， RE-2005 来到西西里岛，在作战中击落了5架英军的喷火战斗机，但是自己也有2架被击落，还有1架被美军俘获。当意大利停战以后，大约有13架 RE-2005 被德国接收，并且加入到德国空军，而德国空军方面也对该战机进行了测试。测试后的数据引起了德国空军的注意，并且将该机型运用到了柏林保卫战中。不过令人遗憾的是，该战斗机出现时已是2战末期了，再加上 RE-2005 稀少的数量，使得意大利飞行员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进行驾驶训练。如果那个时候 RE-2005 出现的时间能再早一些，同时服役数量足够多的话，2战的胜负很大几率会有另外一种可能。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好了，关于 RE-2005 战斗机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有介绍不足的地方，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